看蔡依林2007年，她去了一个公司的尾牙场，对，表演这样，对，然后呢，接着我就看到她在什么云林科技大学，对，但是那时候她的作品已经到了舞娘的那个状态了，就她还是就是在大学巡演，我有点没有 get 到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所有人都是这个路线起来的吗？没有听歌的人，大部分你的声量都是来自于60%-70%都是来自于国高中生，但你的消费族群主要来源都是在30%，所以他要把他的声量涌促起来。那因为你不是只做1年嘛？对，他像蔡依林已经做了20几年了，所以那些原本10几岁的国高中生，已经也长大变成那30%的人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所有买演唱会，这个折叠要折叠很久你看演唱会的那些人，就是为什么他只卖12000张，小巨蛋为什么会只卡这个位置？对，因为他是你的100% 里面的5%，那你就想那个概率就是我有25%的坏率，然后我可以让我的每一场都不满，那我这30%他都每次都会固定消费。所以它其实就是，如果你决定干这件事情，它就是个无止境的折返跑。然后它其实有止境啊，没有止境，然后它就是看你要不要停在某一个位置嘛。那对我来说，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去办演唱会嘛，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做完了小巨蛋之后，我们嘚瑟了之后，我们就他妈的就一直办小巨蛋。我现在一点嘚瑟的感觉都没有，对吧？我们是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我们比方说创业优化指南，对，我们做了一整票的创业优化指南，对，那创业把工作做好的同时，就会把人生搞差嘛，所以我们就会有个年度的人生优化指南。那把人家的让他们就work-life balance 嘛。我昨天在看 BTS 的纪录片，然后他们就反正一挂人去当兵嘛，然后就一挂人就回来，对。然后在进一个访谈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推出作品会不会有人来听，或者是我也不确定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对的。然后他们就进一个，因为他们母公司 Hype 嘛，对，他们就跟 Hype 在开会。然后那 Hype CEO 就出来，他就说，当然这个作品最后决定要怎么做是你们决定，但是他要去思考的事情是这首歌能不能就是类似更普及，对，这是他们想要的。但他们就其中一个人，反正他们很多人我真的本来就不认识，不好意思。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就说，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这个歌普不普及，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事情是这个歌能不能代表这一刻的我们，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他到底要传达出来什么样子的价值观，能不能代表我们？因为他以前写的词都很，因为了要让大众更容易懂嘛，所以他的词汇其实没有这么艰深。然后后来他们就出了另外一首歌，就叫 Swim 这样，从头到尾在 Swim 这样。然后其实那个歌的意境是非常深邃。然后你说作为主打歌，其实完全没有那种以前他们那种很炸的，它完全是一首就是比较偏抒情的歌，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纠结，自己做这个事情是对的，或者是有没有人会受欢迎，或者是 whatever 什么的。但到最后他们就决定了一个东西，他说我们就是要成为那一批从韩国出发迈向全世界的人，所以他们的歌曲要带给人们希望，带给人们感觉到 peace，跟平静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的。那一样嘛，一样反过来一样嘛。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我们更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要怎么也帮助其他的就是正在创业的创业家嘛，对吧？我们本身做这个秀的根基开始就不是为了唱歌，也不是为了演出，对，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重新找我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我所谓的从一开始我们从做课程开始，别人称呼我们老师好了，那到底接下来他们要称呼我叫什么？其实我有点就是在这个环节中了，当然我现在因为我的心灵在这个阶段又到了下一个状态，又进步到下一个状态，所以我又到了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很陌生的阶段，但这很烦。我想说，这个循环有没有停止一点？没有，你会到后面会变成是你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就是黄承浩。因为他不会有标签，周杰伦一开始也是啊，什么亚洲小天王啊，然后什么创作才子啊，对，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大家不会有拿别的称呼他，他就是周杰伦的，所以他会变成是一种黄承浩的派系的流，就是同时有
有演出，然后同时有生命上面的翻转，同时有信仰，然后同时又有创业上面的帮助。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你知道大的供应链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培养这个供应链，变得每一条线都更强壮嘛。我们就是走过每一个我们可能可以走的路，然后只是说这几年磕磕绊绊，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路不知道该不该走，但跌进去就知道了嘛。哇，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这包含也选择了我所处的环境，跟很多很多我人生中的很关键的决策。我觉得这真的不容易，在这个题目里面的思考有太多不能像我以前那样子决定事情的方法决定事情。Yes， 还有骂脏话，你知道，就是小孩子会看啦，可以，小孩子会看，所以最喜欢会骂脏话的叔叔了，好不好？小孩子会看。哎，好了，晓得。慢慢，我觉得不要去急着判断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是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应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就够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些东西是最难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会忘记我自己要做什么，真的。我知道，有时候会很不确定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 follow 自己的心。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因为太多会干扰我的东西会在同一个瞬间同时出现，然后你要判断哪一些是提醒，哪一些是干扰，然后哪一些干扰里面有没有只是纯干扰，还是干扰里面有意义。所以我真的光每一天我搞这个，我就真的是。但把那黄长浩，你也要记得，很疲劳，你也要记得，你现在 hyper 的状态也不过就是1019天而已，对吧？你怎么可能？如果现在有一个刚创业的老板，就跟你讲说，我明天我想要年收入破亿，干你会跟他讲什么？叫吃屎，对吧？你这样的意思啊？那你现在怎么可能？你一下子心境就直接到达一个超脱的状态？但我有一个疑问是，这是一个过程，必经之路，完全是过程啊！你现在问他也是啊，不然他为什么跑我这边来？他迷路了，所有人都是啊。那个待会等一下来黑那个也是啊。对，我真的很不确定，真的很多事情很不确定。我觉得可以啦，我觉得我们只要确定，我跟你讲，这个名言是你告诉我的，我从以前就信到现在，就是你每一阶段你都确定你是走对的，那你怎么会觉得你走到后面是错的呢？我操，好不好？这句话还送给你，感谢主。